既然知道，又何必多此一问？楚风淡淡的笑道，在他看来，女子此问简直就是废话。姐姐，这位哥哥可厉害了，一刀就斩杀了那只大海物。南宫茉莉一脸崇拜的夸赞着楚风，小妹，那不过是一只1品半地级的海兽，并且还是阵法所化，不是真的，所以对付其实不难。你现在是6品武王，只要你的修为再进一步，成为7品武王，也同样可以轻易的对付那只海兽，知道吗？见那南宫茉莉如此夸赞楚风，那女子竟有些不悦，反而侧面的告诉南宫茉莉，其实楚风所做的根本没什么。南宫茉莉半信半疑，但却也没有反驳。你叫什么？出自何门何派？竟有半成帝兵，虽然是仿造版，但这也是价值不菲之物，甚至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女子走到楚风近前询问起来，她对楚风的看法倒是有了一丝改变，不过这一丝改变却不是因为楚风救了她的妹妹，而是因为楚风手中的无尽之刃。不想说，可以不回答吗？楚风没有回答，因为这里是帝王领域，强大的势力太多。如果说在其他领域，他提自己是青木山的弟子，并且拿出证据，也许会受到人的尊重，甚至敬畏，但在这里未必。尤其是在这位南宫弟子的骄纵小姐面前，青木山弟子的身份可不会让他刮目相看。而楚风之所以不愿意提起青木山，最主要的是因为楚风不想连累青木山。楚风虽然不爱惹事，但是在这种地方嚣张跋扈的人肯定不少，而招惹自己的人肯定也将不少。楚风能忍则忍，不能忍的时候，管他是什么人，都一定会出手教训。而这里出自名门的人这么多，日后难免会与他们发生摩擦，到时候楚风自己可以逃跑，但是青木山跑不了，而以那些人的作风，找不到楚风，便会找青木山的麻烦。楚风不想自己惹了祸，还让青木山帮着背黑锅，所以他早就想好了，尽管他还是青木山的弟子，但是他却已经抛弃了这个身份，他不会告诉任何人他是青木山的弟子，连名字都不敢说，看来不是什么正派人士，搞不好那把半成帝兵都不是好的来路。那女子挑衅的说道，她是想用激将法来激楚风说出自己的身份。然而对于女子的挑衅，楚风却是不屑的一笑，连理都懒得理。你这家伙！看到楚风这样的笑容，那女子顿时脸色一变，目光中涌现出了点点怒意，因为楚风笑的是如此轻蔑，是如此的不屑，简直就像是在说，小样你和我玩还太嫩。这对于女子来说是嘲讽，是赤裸裸的嘲讽。换作平常，她早就出手教训了，不过想到对方毕竟救了自己的小妹，她还是硬生生的忍了下来。不管怎么说，你救了我小妹，这个作为你的报酬，从此你与我南宫家再无瓜葛。女子说话间，取出一个乾坤袋，丢向了楚风。那乾坤袋内有着很多颗五珠，并且还有着足足10把上乘的王兵，每一把王兵的品质都不输于楚风的封魔大剑。除此之外，还有着数颗巨大的夜明珠、华丽的宝石以及珍贵的草药等各种奇珍异宝。说起来，这个乾坤袋内的物品价值还真是不菲。想必这女子也是早有准备，似乎她准备这种乾坤袋，为的就是打发楚风这种人的，不想欠人情，不想有人纠缠不清。楚风也不客气，接过了乾坤袋，便直接塞入了自己的乾坤袋中。正所谓不要白不要，白要谁不要？更何况是这种人给的。见楚风收下了，那女子的嘴角掀起了一抹讽刺的笑意，就仿佛在说，你救我小妹图的不就是钱吗？果然是利益熏心，图谋不轨，给这么点东西，你是打发要饭的呢？可不曾想忽然来了这么一句，什么这么点东西？我给你的那些东西哪一件不是至宝？你居然还嫌少？女子刚掀起的笑容顿时化作了怒容，你是觉得你妹子的命只值这些东西吗？楚风说道，好，我把这个给你，你敢要吗？女子说不过楚风，便把手中的弯刀递给了楚风，那就多谢了。而楚风也不客气，伸手就抓住了那把弯刀。这一幕让那女子大为吃惊，没想到楚风如此胆大包天，竟真敢拿他的这把半成帝兵，尽管这是仿版，但却也是至宝一件啊！女子灵机一转，冷哼一声，暗中动了手脚，她运转了这半成帝兵的反抗力量。虽然这股力量不会伤到楚风，但楚风却无法握住这半成帝兵，因为此刻这半成帝兵的反抗力量比没有认主之前还要强烈的多。可是楚风就那样轻描淡写的抓住了那把弯刀，尽管弯刀在拼命的反抗与抵挡，尽管那阵战无比的强烈，可是楚风还是握住了，不仅握住了，向后一扯，竟直接把那把弯刀自女子的手中把那把弯刀给夺了过去。你还给我！这一刻，女子脸色大变，她真的被吓坏了，想不到自己的半成帝兵会被眼前这个她看不起的瘪三给抢走，品质一般，不如我的无尽之刃。楚风冷笑一声，便将那把弯刀还给了女子。他本来就没打算要这把帝兵，先不说女子不会真的给，就算给了他也不会要。而弯刀入手，女子那悬着的心才踏实起来，不然她以为楚风真的要抢她的弯刀呢。可是她再度看向楚风，目光却已是变得复杂。他对楚风有了一抹刮目相看。你刚刚说你这把兵器是无尽之刃，那不是铸剑山庄铸剑君者的兵器吗？忽然女子问道，她的语气不再强硬，而是变得平和，似乎是想与楚风缓和关系。这不关你的事。可是楚风却毫不领情，冷冷地说道，我告诉你，我叫南宫百合，是南宫家6小姐，还没有人敢与我这么说话。女子大怒，报出了自己的名讳与身份，这就是要拿身份来压制楚风了。可是楚风却是不以为然，微微一笑，说道，那是你之前没遇到过我。南宫百合气得咬牙切齿，但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随后抓住那南宫茉莉的手便要离开。他实在是不想再与楚风说话了，否则他觉得自己会被楚风给活活气死。南宫百合要带茉莉走，楚风也没拦着，因为他知道他们走不掉。果不其然，就在南宫百合刚走出不远的时候，远处的海域忽然传来剧烈而刺耳的声音，如万兽齐鸣，如狂龙倒海。瞬身观望，远处的海平面出现了一道高达1000米的超级巨浪，平行着压迫而来。
这巨浪之大，寻常的海浪在他的面前简直如小虾米遇到了大金鱼，不可相比。那巨浪不仅高大威武，并且其中还涌动着无数条巨大的海怪，最弱的也是1品半地的修为，最强的乃是5品半地，密密麻麻数不胜数。初步估计，那海浪之中这样巨大凶猛的海怪，至少也要有着数千条，甚至要上万条之多，个个杀气腾腾，要索人性命。最恐怖的是，在那海浪的冲击下，海怪的速度极快，相信马上就要将他们吞没，并且就算逃，也是很难逃掉。该死！从某忽然出现这么多只海怪，那巨浪还是阵法形成，威力很是强横，只是登上一个仙人岛，至于要这样难为人吗？这一刻，南宫百合脸色变得阴沉，但却并没有吓得不能自理，而是一番不爽的埋怨后，忽然抓起南宫茉莉，丢向了楚风，对楚风说道：“麻烦你一件事，带着我的小妹快逃，离开这片海域，返回黄金沙滩，到时候我南宫地族定会给予你丰厚的报酬。”说完这番话，南宫百合便紧握手中的弯刀，散发出磅礴的半地气息，一步一步地向那海浪的方向走去。怎么，你要舍身取义啊？楚风淡淡的笑道。此刻的楚风，他对这个傲慢的南宫百合倒是升起了一丝好感，不因别的，只因在这生死关头，他没有选择逃跑，反而为了他的小妹，选择迎难直上，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来为自己的小妹争取一线生机。快滚！我只能撑住一会，若不快点逃，都要死在这里。你死了不要紧，别害死我的小妹。南宫百合转过头来，对楚风发出一声怒吼，随后便将头又转过去，不再言语。此刻，他散发的力量越来越强，额头之上涌现出了一个金灿灿的地字，他动用了自己的地级血脉，所以他的气息也是开始变强，已经无限的接近了2品半地，但却只是接近，而没有真正的达到。不过这应该已是南宫百合的极限力量，我可以的，区区阵法所化的海兽而已，又不是真的。我堂堂南宫地族6小姐，怎么可能应付不了？不行，明知道不行，却还要逞强，会死的，死有何惧？只要小妹能活下去，就有希望，娘亲就不会白死。南宫百合的内心在挣扎着，因为她也不想死，可是她明知道这样做将自己必死无疑，却还是选择这样做，那是因为她也有着自己的信念，那就是她的小妹，小妹就是她的希望。得尽苍冥斩。然而就在南宫百合决定视死如归之际，忽然一道声音自他身后响起，与此同时，一股极为凶猛的气息也是自他身后压迫而来。这个家伙回头一看，南宫百合顿时小脸大变，那小嘴张的那叫一个圆，那小眼睛瞪的那叫一个大。他真的是惊讶坏了，因为此刻的楚风长发飘荡，衣袍舞动，手握无尽之刃，正踏浪而行，一步步向他走来，并且此刻一层又一层血红色的气焰正围绕着楚风，那气焰很是诡异，宛如小蛇一般，并且发出诡异的叫声，甚是恐怖。但就是这样的气息，却使楚风变得异常强大。那股气势，就连南宫百合也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迫感。楚风的气息已不再是8品武王，而是1品半地。就在这时，楚风已经走到了南宫百合的身前，并且那涌动着无数海兽的滔天海浪也是越来越近，连续8斩。忽然，楚风手中的无尽之刃挥动起来，刹那间无数道血红色的斩击自楚风手中的无尽之刃飞掠而出，如同暴雨一般落在了那海浪之上。一时间，刺耳的轰鸣响彻不断，那凶猛的涟漪连续浮现，一阵又一阵凶猛的风浪吹向楚风这边，不仅使得脚下的海浪越发汹涌，更是吹得南宫茉莉与南宫百合身形有些不稳，连连后退。可是楚风却站在那风浪的最前端，任凭那狂风袭来，浪花拍来，可却不动丝毫，甚至身上滴水不沾。这一刻，南宫百合的双眼更亮，震惊更浓，她竟产生了一种错觉，站在她前端的根本不是一个与她一样的小辈中人，而是一位绝世高手，武者至尊。怎么会这样？这个家伙的气势怎么会如此之强？他究竟是何来路？南宫百合真的是震惊不已。她好歹也是南宫地族的小姐，知道的自然不少，所以她知道楚风此刻散发的气势是修武者最难能可贵的。这种气势可以与生俱来，也可以后天修炼而来，但是越强付出的代价越大，想要得到也就越难。而楚风此刻所散发出的气势，哪怕在他南宫地族的同辈之中，都是无人具备，这让他觉得很不可思议，甚至怀疑自己这是不是错觉，不太敢相信楚风真的具有这样的气势。终于，一切停止，没有了狂风，便没有了浪花，甚至这海平面上静得如镜一般，一丝波动都没有，四周平静的有些可怕。而这一切都是被楚风的气势所影响而来。姐姐，你看，我就说哥哥很厉害吧，他竟然只是几刀就把那么多海兽都杀了，比姐姐还要厉害耶！这一刻，南宫茉莉毫不吝啬地夸赞起楚风，想不到你这么厉害，我倒是小看你了。南宫百合也是走了过来，看向楚风的目光已经彻底变了，尽管还有这一丝警戒，但却变得柔和了很多。楚风淡淡一笑，收起了无尽之刃，并未理会南宫百合。看在你有些本事的份上，我给你一个机会，保护我和我小妹，继续前行，直到遇到我南宫家的人，或者登上仙人岛为止。南宫百合继续说道：“我劝你还是回去吧，这种地方真不适合你这种大小姐。”楚风说完这句话，便转过身去，便要赶路。你真的不帮我？南宫百合问道。楚风没有理会，继续前行。忽然，南宫百合脚步一踏，向楚风飞掠而来。楚风猛然转身，目光变得凌厉。若是南宫百合攻击，他也绝对不会客气。但是就在南宫百合靠近后，竟然身子向下一坠，扑倒在楚风的面前，并且敞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楚风的大腿，抬起头来，用那双楚楚可怜的大眼睛看着楚风，说道：“少侠，求求你就行行好，帮帮我们姐妹吧，我们姐妹无依无靠，
在这大海之中孤苦伶仃，你若是不帮我们，我们就算不被海怪活活吃掉，也会被浪花活活拍死啊！”这一刻，楚风顿时一愣，脸色也是不由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南宫百合此刻的此行此举，与先前做下对比，简直就是天差地别，让楚风有些接受不了。你干什么呢？放开我！楚风尝试着挣脱了一下。少侠，你不帮我，我就不放。难道你真的就这么没有怜香惜玉之心，忍心看着我和我的小妹死在这浩瀚大海之中吗？南宫百合抱那抱着楚风大腿的双手抱得更紧了，似是赖上楚风一般。我擦，你堂堂南宫地族的小姐，竟然这么没节操！这一刻，楚风信了，眼前所发生的根本不是错觉，是南宫地族的六小姐真的跪在了自己的面前，并且抱住了自己的大腿，臭不要脸的哀求着自己，要自己帮他们。我就问你，你帮还是不帮？你要是不帮，我们现在就自尽。反正这里这么凶险，以我和小妹的本事也活不下去了，与其被那些海兽吃掉，还不如自己死掉。不过你放心，我死之前会给家族留下信号，说是你杀的我和小妹，我南宫家族死也不会放过你。南宫百合说道，竟然还要用死来威胁我。楚风倍感无语，这南宫百合真的是用行动颠覆了楚风对他的看法。此刻的楚风发现，他印象中的南宫百合完全是错误的，仿佛这才是真正的南宫百合，无下限，无节操，还不择手段。哥哥，你就帮帮我们吧，我真的好想去仙人岛，想要去看一看练兵仙人。南宫茉莉也是走了过来。好吧好吧，我带你们走，不过事先声明，前方充满了太多未知，我也不能保证是否就能够抵达仙人岛，所以你们最好不要抱太大的期望。楚风说道，放心，只要遇到我南宫地族的人，我们立马就与你分开，而分开之时，我也会给予你相应的报酬。我南宫百合说话算话，绝不食言。好了，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我们走吧。南宫百合忽然站起身来，笑眯眯地整理了一下衣衫与裙摆，随后便带着南宫茉莉向前走去，那个模样就像是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自然的不得了。这一刻，楚风对这个南宫百合发自内心的感到佩服，他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能屈能伸。但不可否认的是，楚风大显身手之后，南宫百合对楚风的态度的确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楚风就是这种吃软不吃硬的人。在南宫百合对他态度友好之后，楚风对他的态度也不再那般生硬。后来他再度询问楚风的名字，楚风也是告诉了他，只是依旧未说自己是青木山的弟子。而实际上，楚风告诉南宫百合自己真实姓名，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楚风实在是受不了南宫百合那一口一个的少侠。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接触下来后，楚风发现南宫百合的人倒还不错，至少熟悉后基本就没有了那种骄纵的态度。而不在骄纵之后，南宫百合好像就暴露了本性，这是一个爱说爱笑还爱开玩笑丫头，与她同行倒也满是欢乐的。有人来了，忽然楚风目光凝视前方，变得谨慎，而南宫百合也是赶忙将南宫茉莉挡在身后，甚至还拔出了自己的弯刀。这种地方就算是遇到人，也未必就是好人，任何生命体都可能是他们的敌人。果不其然，楚风话音落下没有多久，一行人便出现在了楚风三人的视线内。那是一群年迈的老者，总共23人，身穿统一的服饰，应该是来自同一座势力，而他们的修为倒是不弱，最弱的都是1品半地，其中最强的竟是一位3品半地。不过他们现在的状态不是很好，3品半地还好，但2品半地则是有些虚弱，气息有些低微。至于那1品半地，简直就像受了重伤，虚弱的很，都是由2品半地搀扶着。诸位前辈，遇到什么麻烦了吗？楚风上前询问，他觉得这群老者对他们应该没有威胁。几位小友，你们是刚刚从黄金沙滩踏入这片海域的吧？其中为首的那名3品半地问道。是的，楚风应道。3位小友，听我一声劝，回去吧，趁着还没有深入，现在回去还来得及。那位老者劝道，你这个老家伙是什么意思？我们大老远的跑过来，好不容易闯过了风暴，你居然让我们回去？南宫百合不高兴了，他那大小姐的傲慢劲此刻又涌了上来。这位老者眉头微皱，但显然他知道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是南宫地族的人，所以他并未反驳，但也并未理会，而是继续对楚风说道，年轻人，我们是海王教的长老，5日前进入这海域，来的时候有138人，但是现在只剩下了23人，我们根本未能踏上仙人岛，并且也踏不上仙人岛。自打这片海域开放以来，不过10几日的时间，但是死在这片海域的人已是数不胜数。你们现在所在的海域还算较为安宁的，除了偶尔遇到几只阵法所化的海兽，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但是继续往前走，天气也将变化，是真正的步履艰辛。就算不遇到海兽，单单是向前行走，也会耗光你们的体力。老实说，以你们3个人的修为，很难走过去。那位好心劝道，老家伙，你可别小看人，你别看他现在是8品武王，但他实际上是1品半地，搞不好比你还厉害得多。南宫百合指着楚风说道，先前楚风斩杀那群海兽的时候，楚风也动用了雷霆的力量，所以南宫百合知道楚风有多强。看来这位小友是深藏不露，隐藏了修为。不过就算如此，想要登上仙人岛也真的很难。你们若真的要去，我倒是可以给你们一些提醒。顺着这个方向一直走，那里有一座小岛，小岛之上没有任何天气变化，并且还有食物补充。在那小岛之上还有一座地图，那地图会指引你们如何前往仙人岛。老者指着前方说道，多谢前辈提醒。楚风表示感激，老者的这些话如果属实，对他们的确很有帮助。不过我还是要奉劝你们一句，最好还是放弃吧，没必要为了见练兵仙人一面，或者是为利奥得到一件兵器，就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因为就算到达了我说的那座安宁的小岛，也只是一个开始，后面的路会更难。老者继续劝道，放心吧，老家伙，我们吉人自有天相，肯定能走过去，不仅会到达那座小岛，还会登上仙人岛。南宫百合一脸自信地说道。
那就祝你们好运了。老者说出这句话后，也不再多说，而是带着自己的部下继续向黄金沙滩的方向走去。楚风三人继续前行，一路走来又遇到多只妖兽，不过五品半地之下几乎都难不住楚风。但是就如同那位老者所说，继续前行最难的不是海兽，而是天气。那狂风遮挡视线，那暴雨如注一般。最重要的是，这狂风暴雨之中皆是掺杂着强大的力量，攻击人体。这哪里是简单的风雨，这根本就是杀人的阵法。半地之下根本抵挡不住，就算半地强者也是无法长时间的抵挡，就别说是南宫茉莉这样的小丫头了。好在楚风结界之术强横，凭借结界阵法的绝对防御，倒是使得南宫茉莉与南宫百合两姐妹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压力。但是楚风可就惨了，在这种压力下长时间使用结界阵法也是非常吃力的事情。幸亏楚风掌握的结界阵法非同小可，如若不然还真就扛不住。此刻海域之上，暴雨依旧交加，狂风依旧大作，海浪声、风啸声如万千猛兽同吼，令人毛骨悚然，异常瘆人。而楚风三人就在这样的海域上行走，一层结界阵法形成的金色防御罩，使得三人淋不雨也吹不到风。但是那股压力还是使得楚风步履艰辛，有种寸步难行之感。哥哥，要不然就歇一歇吧，歇一歇再赶路也好啊。南宫茉莉此刻虽然轻松自在，但是看到楚风那吃力的样子，却是心疼得很。楚风，小妹说的对，先歇一歇吧。就连南宫百合也是动容了。一路走来，若不是楚风，他和他的小妹就算不被海兽吃掉，也被这样的天气给活活弄死了。而他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如此安然，那是因为楚风独自一人把所有危难都抗了下来。所以南宫百合就算在铁石心肠，此刻也是非常感动。更何况他实际上也并非铁石心肠之人。无妨，前方就是那座小岛了，到了岛上再好好歇歇。楚风笑道。真的？我怎么看不见？南宫百合双眼闪烁光芒，动用了特殊的手段。可是身为金袍界灵师的他，却什么都看不到。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他的可视距离不过几十米，相信我，就在前方。楚风自信地说道。而按照楚风所说，又继续前行了1000米，真的出现了一座小岛。踏入那小岛，不仅狂风暴雨消失，就连天空都是晴的，蓝天白云甚是美丽，甚至还能听到那小岛之上传来的鸟语花香。可是回头一看，仍旧暴雨连天。可以说，除了这小岛的一小片方圆之外，依旧是极为恐怖的恶劣天气。好神奇！南宫茉莉虽已有12岁，但却是一副小孩子的心性，终于摆脱了那恶劣的天气，她顿时就撒起欢来，那叫一个美。楚风，你没事吧？此刻倒是那南宫百合颇为贴心，一脸紧张地看着楚风，询问起来。放心吧，我没事。楚风淡然一笑，他并未撒谎。尽管他此刻也是满头大汗，但是他的精神力比寻常人那样浓郁，所以他真的没什么大碍，只是表面看着有一点虚弱罢了。真的吗？你可千万不要硬撑，不然你出了什么事不要紧，本小姐和我的小妹可就要倒霉了。南宫百合看楚风似乎真的没什么事，便顿时表现出了一副傲娇的样子。想不到连南宫地族的人也来了，欢迎欢迎啊！就在这时，岛的深处传来阵阵声音，定目观望那岛上原来有人，是3男2女以及一位老者。这3男2女的修为还真心不是很强，全部都是武王境，修为最好的也不过是与楚风一样的8品武王罢了，修为最弱的竟连南宫茉莉都是不如，只是5品武王。而他们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想必是因为那名老者。那名老者是一位3品半地，而看他们穿的服饰，他们应该是来自同一座势力的。后来经过一番了解才知道，他们的确是一座势力的。不过在风暴之中，他们很幸运的没有被分开，所以才全部来到了这里。说起来，他们算是很幸运的。请问这座岛上只有你们6个人吗？楚风登上小岛后，好奇的问道。不，陆陆续续的来过不少人了，但都走了。现在除了我们师徒几个人外，那里面还有2个人。不过那2个人很凶，你们最好不要去招惹他们，因为他们不欢迎外人。我们就是被他们赶出来的。老者指着小岛上的一座宫殿说道。被赶出来的？什么意思？南宫百合问道。那宫殿里面有地图，也有休息的地方，还有很多食物。可是那2个人霸占了那里，不让我们进去。老者说道。真是岂有此理！我倒是想要看看什么人这么霸道。南宫百合起身便向那宫殿走去，而楚风与南宫茉莉也是赶忙跟了过去。来到宫殿，打开殿门，一股香喷喷的气体便扑面而来，是烤肉味。1米长的羊腿，总共有2个，正架在大殿中心，一座火焰阵法上熏烤着。而在这阵法的2旁，还坐着2面中年男子，一个壮硕的大汉，目露凶光；一个瘦弱的白发男子，目露邪光，并且这2位的气息都在3品半地。虽然他们一胖一瘦，但却长得有着几分相像，应该是一对兄弟。不过他们的脸上和身上都有刀疤，看着很是凶恶，不像好人的感觉。姐姐，这2个人长得好可怕！南宫茉莉吓得赶忙抱住了南宫百合，竟然是南宫家的2位小姐，真是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见到南宫百合，那2位也是有些意外。他们先是谨慎地打量了一下外面，发现只有楚风3人，这才站起身来，一脸殷勤笑容地走了过来，说道：在下雷不群，在下雷不广，他们都称我们兄弟为群广兄弟。不知2位小姐怎么称呼？我叫什么？你不必知道。我想问你们，是你们把那些人赶出去的？南宫百合指着外面的那些人说道。哪有哪有，别听他们胡说，我们可不是那种人。这2个人似乎很怕南宫地族的人，没有承认他们所做过的恶事，但却也有些心虚。楚风注意到他们的手都握着乾坤袋，那是要取兵器的动作，那就好。而南宫百合并没有深究，虽然没有深究，但他也没有让外面的那位老者以及弟子们走进来，而是拉着南宫茉莉走了进去。想必他也知道这2个人其实不好对付，就算他们现在表现得很是谦卑，也不是真的惧怕他，而是惧怕他的
家族罢了，而他也没必要因为外面那些人和这两个人发生不必要的摩擦。说起来，这南宫百合倒是很现实，也很聪明。两位小姐一路走来不易，肯定饿了吧？见南宫百合并不是要对付他们，那两个人赶忙跟了进去，殷勤的把自己那已经烤好的羊腿献给了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楚风扫了一眼，发现那羊腿并没有动什么手脚，所以也没有理会，而是径直的走到了大殿深处。因为这里有着一幅巨大的地图，这正是前往仙人岛的地图。楚风发现这片海域很大，如同这样的小岛总共有着10座，而这10座小岛的路线都指向了另一座岛。那座岛比较大一点，但却并非是仙人岛，因为在那座岛的前方还有着一座非常大的岛屿，那岛屿上面写着3个字：仙人岛。所以楚风已经大概明白了这地图的意思。这片海域应该分为10个区域，他们现在是在其中的一片区域，而这片区域的终点就是他们现在所在的岛屿。现在他们的下一段路程就是要到那另外一座岛屿集合。不出意外，那座岛屿应该已经汇集了不少人，因为那座岛屿是10个区域都将汇集的地方。只要到达那座岛屿，就只剩下一条路线，那就是直达仙人岛的路线。不过单用看的也知道，那最后一条路线未必好走，也许是最难走的一条路线。不过楚风最关心的不是这些看，而是紫菱与苏柔是否来了，他们是否安然。红墙与淡台雪如今在哪个区域，他们又是否安然。毕竟楚风已经大概知道了这片海域的厉害，这的确是一个危险重重的海域。楚风，尝尝这肉，他们烤的还不错。就在这时，南宫百合则是拿着一个大羊腿走到了楚风面前，香喷喷的，还没有吃，我不饿，你们吃吧。楚风说道。别啊，你尝尝吧，这一路上多亏了你，你可算受累了，你若不吃，我也不好意思吃。南宫百合说道。是啊，哥哥，你先吃吧，你不吃，茉莉也不吃。南宫茉莉拿着另外一个大羊腿，撅着小嘴走了过来，这两姐妹竟然俨然是要逼着楚风吃。好吧，那咱们一起吃吧。楚风接过南宫百合手中的羊腿，便咬了一大口，还别说，真挺香的。见楚风吃起来，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两姐妹才笑眯眯吃起另外一个羊腿。其实到了他们这种境界，就算几个月不吃不喝也不会饿死，但是人毕竟是人，一路劳顿，能够吃上一种美食，在心理上也是一种巨大的安慰。所以他们3个吃的都很香。这小子什么来路，竟然和南宫地族的2位小姐扯上了关系？不知道，也许是个小白脸吧，刚好又走了狗屎运，才得到2位小姐的青睐。那叫做雷不群和雷不广的2兄弟小声嘀咕起来，说话的时候含着满满的酸气。尽管是小声嘀咕，但到了楚风这种境界，其实完全能够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他们显然也知道楚风能听到，所以他们是故意的，是有意挑衅楚风。这2个家伙果然不是善类。楚风，他们说你坏话，你不教训他们一下？南宫百合说道。虽然他知道自己不是那2个家伙的对手，但是他却坚信楚风一定胜过他们2个，因为一路走来，他已经见识到楚风的强大，寻常的3品半地绝对不会是楚风的对手。算了，何必与这种人一般见识？然而楚风却不以为然，像是什么都没听到一般，原来还是个怂货。哈哈哈！见楚风没有反应，那2位更是直接羞辱起楚风，笑得更加大声。你们2个说话注意点，等下我南宫地族的后续人马就会赶到，你们若不老实，等下就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南宫百合看不下去了，但是他也不好出手，所以只好拿自己的家族压制对方。而听得南宫百合的话后，那2位脸色也是一变，随后果然不敢再羞辱楚风，但他们的嘴可没停下来，而是继续谈论起来其他事情。大哥，不知道几日前从这里走的那2个小妞现在怎么样了？你说他们能到达仙人岛吗？雷不广好奇地问道。他们2个的话应该可以，毕竟他们2个那么厉害，别看年龄很小，但可比咱们兄弟2个厉害得多，不是寻常的小辈，乃是真正的天才级人物。雷不群提及此事，眼中竟涌现出隐隐的后怕。是啊，那个穿蓝长裙的小妞太厉害了，一身寒气冷得不行，简直要人性命啊！哪怕是我也承受不住，虽然她是1品半地，但我绝对不是她的对手。雷不广也是一脸的后怕。那蓝裙子的小妞的确厉害，但我感觉那紫裙子的小妞更厉害。她虽然没有出手，但我总是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存在。雷不群说道。听到这里，楚风顿时内心一动，显然这2个家伙说的人就是紫菱与苏柔。此刻楚风内心变得喜悦起来，看来苏柔与紫菱不仅来了，而且很凑巧的被分到了与他同个区域。而听这2个家伙所说，他们2个现在应该很强，苏柔似乎也能更加娴熟的运用他体内的寒冰珠子了。这对楚风来说算是一个好消息。可是很快的，楚风的脸色又是一变，因为那2个家伙说了不该说的话。对，其实我也是这么感觉的，不过我还发现那紫裙子的小妞实在太美了，简直比那蓝裙子的小妞还美。那白皙的小脸长得简直无可挑剔啊！我要是能够抱抱她，摸摸她的身体，该多好！要是和这样的小妞睡上一晚，就算死了也值了。雷不广说话间，竟还幻想着抚摸起来，一脸的淫笑，很是无耻。看你这没出息的样，不过其实我和你想的一样。雷不群也是发出了同样的淫笑，真是2个无耻之徒。南宫百合听得柳眉皱起，但却没有说什么，毕竟人家讨论自己的事情，他也没权利干涉。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忽然站起身来，一步一步的走到了那对兄弟的面前。你们2个想怎么死？楚风问道。你说什么呢？敢这么和我们群广兄弟说话，你是活腻了？听得楚风的话后，2人顿时大怒，不仅猛然站起身来，还拔出了乾坤袋内的王兵，一副要教训楚风的模样。可就在这时，楚风身上雷芒闪烁，随后猛然出手，只见刷刷刷的几道血光掠过之后，那群广兄弟便一同倒在了地上，翻滚连连，哀嚎不断，血液极快的渗透，很快便洒满了那片地狱。他们不仅修为被废了，舌头也被割了，就
就连命根子都没了，丹田被废，神识被毁，惨不忍睹，就让你们流血而死吧。楚风说完这句话，便回到南宫百合这里，拿起那放在地上的羊腿，继续啃食起来，那若无其事的样子，就像什么都有没发生过一般。你这家伙究竟怎么了？先前他们羞辱你，你都不予理会，现在怎么又忽然出手取人性命？南宫百合又惊又怕地问道。因为楚风的出手太狠了，并且做过之后还如此若无其事，简直太不把杀人当回事了。只因他们说了不该说的人。楚风说道，他们说的那2个人你认识？南宫百合很聪明，明白了楚风的意思。楚风淡然一笑，没有回答，但是这抹微笑却已经告诉了南宫百合他的答案，那他们的确该死。南宫百合也是笑了笑，他明白楚风既然不能容忍，那便说明那群广兄弟所提起的2个人对楚风来说应该是有分量的。对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告诉我？忽然楚风问道。什么问题？你尽管问吧，只要是我能说的，我一定告诉你。南宫百合说道。南宫龙剑前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楚风问道。南宫龙剑，楚风并不认识，而他之所以知道这个人，乃是因为白若尘。据他所知，白若尘的父亲就是南宫龙剑，但是白若尘与他母亲却像是一个谜，而如今难得遇到南宫家的人，所以楚风想知道这南宫龙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你说龙剑大人，其实我对龙剑大人不是很了解，长这么大我都没见过他，只听闻过龙剑大人的种种事迹。龙剑大人很强，尽管我未亲眼所见，但龙剑大人却是我南宫地族如今在世的强者中公认的最强者，怕是连族长大人也未必是龙剑大人的对手。南宫百合说道。对啊，龙剑大人可是我的偶像呢。提及南宫龙剑，南宫茉莉也是一脸的兴奋。南宫龙剑前辈真的这么强？楚风也早就听闻南宫龙剑很强，但却没想到南宫百合竟然会说南宫龙剑比他们南宫地族的族长还要强大。要知道南宫地族的族长比9世的会长们都要强大的存在，这种强大不仅是实力，还有身份，是受5之圣徒所公认的，真的很强。龙剑前辈可是征服过地兵的人，是真正的地兵，不是半成品，更不是仿造品，是无与伦比，威势绝伦的地兵。南宫百合一脸认真的说道。地兵吗？提到地兵，楚风不由想起了九州大陆那座清玄天所留下的遗迹，因为在那里也有着一件地兵。楚风见识过那地兵，知道那地兵的有多恐怖，而只要想到南宫龙剑能够征服那么恐怖的东西，那么看来他的确很强。不知道南宫龙剑大人可有儿女？楚风再度问道。白若尘是南宫龙剑的女儿，可是她没有叫南宫若尘，而是随了母亲的姓氏，所以楚风知道此事定有隐情，他想了解一下。儿女当然没有，龙剑大人专心修武，游离5之圣土各个显地，以凶险来突破追求修武的更高境界，他连妻子都没有过，怎么会有儿女？南宫百合一口拒绝，随后又小嘴一抿，双眼一眯，脸上露出一抹坏笑，问道：你不会是有什么小心思吧？是不是想着龙剑大人若有女儿，你好去纠缠人家呀？只是好奇一问。楚风淡然一笑，但心中却几乎确定白若尘与南宫龙剑的关系果然不简单，但楚风却坚信白若尘一定是南宫龙剑的女儿，只是不知为何此事不为世人所知，是得不到认可，还是有意隐瞒？想必连白若尘也未必清楚，唯有白若尘的母亲与南宫龙剑清楚。有人来了。忽然楚风将目光投向殿外，这岛内空间没有任何阻碍，楚风的感应力几乎能够覆盖整座小岛，所以只要有人出现，楚风立马就能感应得到。果不其然，很快的一队人马便走了进来，总共11人，身穿灰色长袍，腰上别着同样的令牌，显然这些人乃是来自同一座势力，并且他们的修为都是不弱，最弱的也是2品半地，最强的竟是5品半地。不过他们虽然修为高，但战力却并不高，都是寻常的战力，这说明他们不是靠着绝对的天赋在短时间内修炼到如今的修为，而是靠着时间的累积以及自己的努力，再加上还不错的天赋以及一定的机缘，才有今天。所以这11人不管面容是和年纪，他们的真实年纪都至少500岁以上。百合小姐、茉莉小姐，总算找到你们了，怎么只有你们2个？为首的那位看到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之后，竟是一脸的窃喜，赶忙走了过来，上前跪拜施礼。你们怎么才来？我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南宫百合冷哼一声，显然他们是认识的。百合小姐，我们路上遇到了一点事情，所以来晚了，实在抱歉。这里只有你们2个吗？看来你们也被那风暴给分开了。我们3000关此次为保护诸位小姐少爷，足足派出了981人，但是现在算上我，只找到了11人。那位老者解释道。而经过后来的交谈，加上侧面了解，楚风得知，原来这伙人来自一个叫做3000关的势力。这3000关是由3000名半地强者组成，乃是南宫地族麾下的一座附属势力。这一次奉命来保护南宫地族的人登陆仙人岛，不过因为他们路上遇到了一些事情，所以来晚了，能够在这里相遇，倒也算是巧合。真是想不到楚风小友深藏不露，多亏你保护了2位小姐，真是万分感谢。不过我们既然来了，接下来的路程就交给我们吧，不用你再出半分力气，我们定保你与2位小姐一同登上仙人岛。3000关的观主得知楚风与南宫百合的事情后，不断的表示感谢。不过别看他表面是感谢万分，但楚风却看得出来，他很怀疑楚风的实力，甚至不屑楚风的实力。他未必相信南宫百合所言，也许在他看来，楚风就是个骗子，用特殊的手段骗得了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的信任罢了。那就有劳诸位了，若是可以，我们不如现在就赶路如何？楚风不在乎对方是何态度，当他知道紫菱与苏柔已经来到此处后，便迫不及待的想要追上去。这一路走来，
有些艰辛，我们不如休息一番如何？何况这地图我还要好好研究一番。那3000关的长老不太情愿，好不容易走过了风暴，来到这样一块鸟语花香、有吃有喝的地方，他自然是想休整一番。一个破地图有什么好研究的？听楚风的，我们现在便走吧。然而南宫百合却是忽然开口，态度很是果断。好吧，听百合小姐的。南宫百合开口，他们不敢拒绝，只好率先开路。但是楚风注意到，在那3000关关主转身的一刻，他看了楚风一眼，目光中有着一抹不悦，而楚风也是不以为然。对方虽贵为5品半帝，但却只是寻常的5品半帝。楚风若是使尽全力，他未必是楚风对手，所以楚风并不怕他们耍什么花样。临行之前，楚风亲自去问那岛上的老者以及几位年轻人，要不要跟他们一起走。而那几位的回答则是要一直待在这岛上，不再冒风险了。等到这场考验结束，这片海域恢复正常，他们再返回黄金海岸。见他们已早有打算，楚风也不再多劝，而是直接启程。楚风等人一路前行，由3000关的人开路，他们擅长结界之术，并且其中有3人是黄袍界灵师，所以楚风道也落得个轻松自在。不过好景不长，按照那小岛宫殿内那地图的指示，前行了没有多久，前方竟意外地出现了一条分岔路。这条分岔路不仅在地图上没有记载，并且是2条风暴组成的通道，也就是说，此刻楚风等人若要继续前行，只有2条路可走，其他的海域都被那恐怖的风暴所占据，根本就过不去。这2条风暴通道也很有意思，左边的那条通道内狂风暴雨闪电交加，看着就知道非常的危险，而右边那条则是刚好相反，虽然四周也都是风暴，可却没有任何攻击性的力量，可以说是一路平坦，延绵到了最深处，只看一眼就知道右边的这条更为安全。走左边，左边看似凶险，但实际上乃是障眼之法；走右边看似简单，但怕是凶多吉少。那位3000关的关主看着2条风暴通道，认真的分析说道：“这位关主，我想你是上当了。”楚风说道：“你说什么？我怎么就上当了？”3000关关主一脸不高兴的问道，似是很反感楚风质疑他的决定。左边看似凶险，右边看似简单，凡是稍微有点智慧的人都能够想到应该走凶险的路，比如这位关主你就想到了，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2条路骗的就是你这种人。楚风说道：“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自作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吗？”3000关关主更加不高兴了，已经隐隐动了怒意。其实他从一开始就看不起楚风，又怎么会允许这种看不起的人在他面前指手画脚？我倒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界灵师看这种阵法应该用心，而不要只用眼睛，用眼睛去看，用心去分辨，这才是正确的判断方法。楚风说道：“你的意思就是你的结界之术比我要厉害是吗？而你判断的结果就是要走右边那条看着很安全的路是吗？你既然想走，那你就去走吧，但是你死在里面，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脑残一个。”3000关关主说话间怒意十足，竟开始辱骂楚风。而对于那3000关关主的辱骂，楚风则是淡然一笑，并未理会。他已经懒得与这种人再争辩下去。你说话注意点，楚风可不是你能羞辱的。要不是他，我和我的小妹也许早就死了。可就在这时，南宫百合却看不下去了。百合小姐，是老夫说话不对，不该羞辱你的朋友。只是请您相信我的，一定要走左边这条路，若是走右边，那就是在找死。3000关关主对南宫百合不敢不敬。虽然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并非是南宫地族族长那一脉的小姐，但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的父亲在南宫地族却也有着一定的地位，否则3000关的关主也不可能知道他们2个的名字。楚风，走左边吧，我也感觉右边虽然看着安全，但实际上应该暗藏危险，而左边则是相反的。南宫百合对楚风劝道：“就连你都能够想得出来，左边看着危险，但实际上比较安全，难道布置此阵者就想不到吗？布置此阵的是谁？那可是练兵仙人，难道他布置此阵的时候会真的考虑的那么简单，让你们一眼就识破他所布的阵法？”南宫百合，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练兵仙人就是有意这么做的，就是要让你们觉得越是危险的越是安全的，就是要让你们上当。而事实上，左边的不仅看着危险，实际上也很危险；右边的不仅看着安全，实际上也很安全。这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实际很难的选择题，考验的就是你我的智商。楚风目光变得凝重，语气变得认真，他不希望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走错路。小家伙，练兵仙人再强，却也还是人，而不是神。除了实力不同之外，他的智力未必就比我们高出多少，所以你千万别把他想得太神话了。3000关关主冷嘲热讽地说道。楚风淡然一笑，依旧没有理那3000关关主，而是看着南宫百合说道：“你确定要跟他们走？”楚风，我觉得关主说的也不是不无道理。南宫百合说道：“明白了，祝你好运。”楚风说话之间，毅然转身走入了那右边的风暴通道之中。姐姐，要不然我们与楚风哥哥一起走吧。南宫茉莉抓着南宫百合的手，不断地摇晃着。小妹，我也不想楚风去寻死，但是我要为你的生命负责，否则是对不起死去的娘亲。而南宫百合虽然看着楚风渐行渐远，很快便消失的身影，也是一脸的犹豫，但最终却没有跟过去。这个年轻人还敢说我自作聪明，其实自作聪明的是他，真是年少无知，死有余辜啊！3000关关主发出一声嘲讽：“我再说一次，楚风是我朋友，他不是你能羞辱的。若是再让我听一句你说有辱他的话，我定会让你付出代价。”忽然，南宫百合指着3000关关主，极为严厉的呵斥一声。此刻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寒意，那是真正的寒意。老夫愚钝，老夫愚钝。这一刻，那3000关关主也是被吓得不轻，真是不敢再说什么，于是只好前行，为南宫百合开路。而他们选择的自然便是左边这条。
看似非常危险的风暴通道，但是深入之后，他们发现他们错了。这条通道不仅看着危险，实际上也很危险。进入其中，他们便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并且在这风暴之中，还会经常冒出一些海兽向他们发动攻击。起初的都还好，有3000关的人在，寻常的海兽他们还真不放在眼里。可是当他们不知不觉间，竟然进入了一座阵法。那阵法不仅将他们困在其中，还出现了一只6品半地级的海兽。这只海兽是一条蓝色的蛟龙，虽也是阵法所化，但却杀意滔天。而在这密封的阵法之中，南宫百合他们就是瓮中之鳖，砧板鱼肉。总共13人，全都是等死的命。错了，他们选择错了。不只是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意识到错了，就连3000关的人，甚至3000关的关主也都意识到错了。但是他们现在已是没有了回头路。挡住，快去挡住！就算牺牲你们的性命，也要为我争取时间，这是我们的使命。保护2位小姐，就是我们的使命。牺牲自己，也要为他们争取逃脱的时间。此刻，3000关关主一边联合2位黄袍界灵师，努力的破阵，一边卖力的大喊着，呼吁他的部下用生命去为他争取时间。可是除了他们3位之外，其余的3000关之人实在是太弱了，哪里是那只海兽的对手？不管海兽是不是阵法所化，但毕竟是6品半地啊！眼看着眨眼之间，自己的手下都快死光了，3000关关主便一把抓住身边的一位黄袍界灵师，将他甩向了那只海兽，并且还喊道：“顶住，你也给我去！”随后，3000关关主又看向了另外一位黄袍界灵师，关主，就算我去，也不是那海兽的对手啊！与其去送死，还不如帮你快点破开此阵。那位胆怯了，因为凡是与那海兽对敌的人都死了，并且死得很惨，他不想死，更不想死的那么惨。你懂什么？这是命令，保护2位小姐乃是我们的使命，比我们的性命还要重要的使命。3000关关主说话之间，一把抓住那位，把他如同先前那位一样，直接丢到了海兽的身旁。落到海兽身旁，他们便没有逃脱的机会，除了拼命的战斗，已是别无选择。快一点啊！他们都坚持不住了，再不快一点，他们真的就要死光了。而南宫百合则是拉着南宫茉莉站在3000关关主的身旁，不停地催促着。此刻的他真是后悔极了，他后悔没有听信楚风的话，而是跟随3000关关主来到了这里。结果这是一条不归路，而眼睁睁地看着那些3000关的人为了他们而丢掉性命，他更是于心不忍，内疚不已。喊什么喊？可是谁曾想，就在这时，3000关关主竟忽然目露凶光，一把抓住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当抓住他们那一瞬间，一层掺杂着武力的结界阵法也是将他们覆盖全身，并且涌入体内，封锁丹田，使得他们如同被捆绑了一般，一动都动不了。你要做什么？你竟敢用结界束缚我们！此刻，南宫百合勃然大怒：“臭丫头，你以为老子真的是要保护你们吗？你们的命可没老子的命值钱！去吧，用你们的生命为老子争取一些时间。如果老子能够跑掉，那你们也算是死得其所了。”3000关的关主发出了一声冷笑：“你个混账，竟敢这么对我们！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南宫百合愤怒地咆哮着，努力地挣扎着，可惜那结界太强，以他的实力根本就挣脱不开。就你话多，你先去死！3000关关主说话之间，便把南宫百合给丢了出去。南宫百合落地之际，发现距离那海兽还有一定的距离，并不在海兽的攻击范围之内，可是他却连动都不动不了，就更别说逃了。眼睁睁看着3000关那些人纷纷死在妖兽的尖牙利齿之下，并且那海兽正目露凶光，夹带着滔天的杀意，向南宫百合缓缓走来。南宫百合的泪水流了下来，她不甘心，不仅是因为自己将要死去，而是不甘心她的小妹也要死在这里。小妹，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你。母亲，对不起，我没有做到答应您的事情。南宫百合紧闭双眼，已然做好了等死的准备。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传来一声巨响，随后那只海兽竟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咆哮，紧随其后，道道巨响不断响起，道道涟漪更是不断袭来，将南宫百合吹得连连翻滚。这样的变化让南宫百合大为吃惊，赶忙睁开了自己的双眼，这才发现那只海兽竟然正在与人交战，而那出手之人并非是3000关的关主，乃是楚风。此刻的楚风身穿雷霆铠甲，背负雷霆羽翼，手握半成地兵，挥动着地境苍冥斩，不断的向海兽发动致命的攻击。第4斩、第5斩、第6斩，在楚风那连绵不断的斩击之下，哪怕是那海兽再为凶猛，此刻却也是连连后退，连还手的机会都是没有。少侠好是凶猛，是老夫看错了你，顶住，为我争取时间，我先走也。此刻3000关关主也是被楚风的手段惊呆了，他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这么厉害，但是他也知道，不管是楚风赢还是那海兽赢，他都是难逃一死，所以他趁着楚风对付海兽的时候，赶忙从那由楚风破开的出口逃了出去。明知道卑鄙无耻的3000关关主逃了，南宫百合却是懒得理会，因为他此刻的目光紧紧地锁定在楚风的身上，看着那为了保护他与小妹而浴血奋战的楚风，南宫百合的心情真是复杂到了极点。他们没有相信楚风，所以走向了这条死路，而现在楚风不仅不计前嫌，竟还为了救他们，明知是死路也还闯了进来。南宫百合真的是感动得不得了，若不是亲眼所见，他真是不敢相信，除了他的家人，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能够为他做到这一步。苍冥第9斩。就在这时，楚风终于发动了苍冥第9斩。第9斩一出，顿时天昏地暗，血光涌动，仿佛天地之间一切皆是消失，只有那一道血红色的斩击才是唯一。一声滔天巨响之下，苍冥第9斩已然落在了那海兽的身上。可是海兽实在太强了，尽管他被击中，并且身负重创，但他却没有死。6品半地，到底是6品半地，哪怕是阵法所化，
可力量也是非同小可。楚风如今虽然通过雷霆的力量，已经将修为提升到了1品半地，可是实际上与那海兽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若不是靠着半城王兵提升战力，若不是靠着地进苍冥斩那逆天的攻击力，再加上海兽愚钝不知闪躲，只是硬抗，他也不可能与这只海兽纠缠这么久。而现在他的金苍冥斩已经用完了，虽然使得海兽身负重创，但海兽还具备着绝对的战斗力。最主要的是，楚风的攻击激怒了海兽，海兽如今更为暴怒了，杀意更为恐怖了。此刻的危机比先前还大。的进苍冥斩，就在这时，楚风再度挥动手中的无尽之刃，竟再度发动了他此刻掌握的最强手段——得进苍冥斩。刹那间，又是连续9道斩击的掠过，又是阵阵强大的涟漪暴起。而因为那海兽愚钝，所以这一次的地进苍冥斩又是全部击中。但是那海兽太强大了，尽管此刻已是伤痕累累，但依然气势如虹，他根本就感觉不到伤痛，用的只有不断扩增的愤怒与杀意。就在这时，楚风忽然挥动手中的无尽之刃，竟向南宫百合发动了一道斩击。不过那道斩击落下，南宫百合不但完好无损，那束缚他的力量竟奇异般的化解，他再度恢复了自由之身。与此同时，南宫茉莉的束缚也被楚风解开，得进苍冥斩。而在解开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的束缚之后，楚风则是再度挥动手握无尽之刃，再度怒喝一声，施展出了第3次的进苍冥斩。楚风，你！这一刻，南宫百合愣在了那里。他看得出来，楚风的进苍冥斩是非常厉害的手段，但他更看得出来，这样的手段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楚风施展1次还可以，可是现在竟然连续施展了3次，这对于楚风来说将会产生极大的负担。楚风为了救他们，真的是拼了命。换作以往，在这种情况下，南宫百合绝对毫不犹豫的就会抓住南宫茉莉，尽快的逃离此处。但是现在他做不到，他真的做不到。他没办法舍弃楚风，而带着他的小妹离开，因为他非常清楚，如果不是楚风，他与他的小妹现在可能已经死了，已经被那海兽活活吞掉，或者活活撕碎了。他南宫百合就算再贪生怕死，可也做不到这般忘恩负义。小妹你走。所以南宫百合不决定走，而是劝自己的小妹走。不，你不走，我也不走。而南宫茉莉更是紧紧地抓住南宫百合的手，死也不肯放手。就在这时，又是一阵刺耳的声音咆哮响起，这整个大阵都是剧烈的颤动起来，一波又一波凶猛的涟漪冲击的南宫百合摇摇欲坠，连站都站不稳。原来楚风的第3次的进苍冥斩施展完毕了。虽然这第3次的进苍冥斩已是将那海兽打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可是那海兽依然健在，他还没有死，并且他眼下已是张着那血盆大口向楚风撕咬而去。看来只能用这一招了。楚风的嘴角忽然掀起一抹淡淡的笑意，虽然此刻的他虚弱无比，可是他却并未放弃，相反他的眼中还闪过了一抹决意。终于那只海兽靠近了楚风，距离楚风已是不足1米。而就在这时，楚风眼中的雷霆变得异常凶猛，似是沉睡依旧的神终于在此刻苏醒了一般。君临天下，谁与争锋？忽然楚风的身体急速旋转，与此同时，无数道雷霆宛如利剑一般自楚风的体内爆射而出，那模样似暴雨梨花，似万雷齐动，似群魔乱舞。这股力量究竟是怎么回事？南宫百合一直目不转睛地锁定着楚风，当楚风体内爆射出那彩色的雷霆之际，他顿时目光一闪，面容大变。在那一刻，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感觉，那是压迫感，非常恐怖的压迫感。但他却也不能确定那究竟是不是压迫感，但他能够确定的是，楚风体内所散发出的雷霆异常的强大，这简直是他从未见过的力量，一种难以形容的力量。最让他心惊的是，当那雷霆出现的那一刻，他体内的地级血脉竟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就仿佛受到了影响一般，这种感觉前所未有，所以他才不可思议。那雷霆闪耀了好一会，才终于渐渐消散。而当那雷霆消散之际，那海兽也不见了，显然他已经死了，被楚风那雷霆一击给杀死了。只不过此刻的楚风却失去了一条手臂，鲜血已经染湿了他的衣衫，还是差了一点，运用不够熟练。不过楚风却仿佛感受不到疼痛一般，还在回味着先前的手段。那一招是运用自己体内的血脉力量所释放的一招，这不是楚风第一次使用了，当初击败秦问天，楚风用过的也是这一招。不过那一次楚风用得很轻松，可这一次就不一样了。楚风是在千钧一发之际，生死关头之时才使用的。楚风知道，那海兽距离自己越近，自己这雷霆的力量才越强，也就更有机会杀掉那海兽。可是他还是晚了一点点，所以导致自己的左臂被海兽给咬了下去。但这个结果却也让楚风很是欣喜，他亲眼看到那6品半地的海兽被自己体内的雷霆所摧毁，连渣都不剩。这更说明了楚风血脉的强大。尽管楚风还只是掌握了冰山一角，不过是区区皮毛，但这雷霆的威力却已超过楚风最强的武技，这是值得欣喜的事情。这让楚风具备了杀死6品半地的力量。什么叫做逆天？这便是真正的逆天。楚风忽然觉得是时候为自己这用血脉之力才能施展的一招绝杀技取一个名字了，雷霆一击。这便是楚风为他取的名字。雷霆一击需近身交战才能发挥出极大的作用，并且施展之后，楚风也会有不小的消耗。只有与真正的高手交战，楚风才会施展。顾名思义，这是一招不成功变成人的手段，但却也是楚风目前为止掌握的最强的手段。楚风，你怎么样？没事吧？就在这时，南宫百合已经跑了过去，紧张兮兮地盯着楚风，担心不已。哥哥，你的手很快的
南宫茉莉也是走了过来，看到楚风竟然没了一条手臂，她顿时就红了双眼。傻丫头，没事的，你看我的手臂不是好好的吗？楚风意念一动，结界之术便生成骨骼，形成经脉，化作血肉，很快便凝聚出了一条新的手臂，完好无损，与先前一模一样。以楚风现在的结界之术，只要神识与丹田不灭，他就形同于不死之身。如同断臂这种事情，除了会感受到一定的疼痛外，其实不过是一点不足挂齿的皮外伤罢了。哥哥好厉害！见楚风的手臂恢复，南宫茉莉才开心的笑了出来。楚风，对不起，我早就应该相信你。南宫百合一脸的歉意，他知道楚风的手臂没事，但是楚风的身体却有事，连续施展了3次的进仓明斩，就算再强的身体，也是极大的负荷。楚风现在是故作坚强，其实很是虚弱。都过去了，你们没事就好。楚风笑了笑，他当时只是故意离开，却并未真的离开，因为已经拿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当朋友，他楚风可不是眼睁睁看着朋友送死而不管的人。你为什么还要回来？为了我们，值吗？南宫百合忽然问道。值。楚风淡淡的笑道，可只是这样简单的一个字，却让南宫百合愣在了那里。这一刻，他感觉自己的心里是那么的温暖，仿佛所有不好的事物都被楚风这一个字融化了。就在这时，那座阵法消失了，看来那只海兽便是这阵法的阵眼。虽然阵法与海兽都消失了，可前方还充满了很多未知，他们还并未走到尽头。依照楚风的推断，前面还会有更可怕的东西，所以他果断还是带着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往回走，来到了那座分岔路口，走入了那座看着安全的风暴通道。这座通道不仅看着安全，实际上也很安全，这不仅验证了楚风之前的猜测准确无误，还凸显出了南宫百合的愚钝无能。楚风，你真的很厉害，同辈之中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南宫百合发自内心的夸赞起楚风，不就是救了你一命吗？也不至于这么阿谀奉承吧？这可不像你这个大小姐该做的事。楚风笑道，我没有阿谀奉承，我说的是真的。南宫百合似是怕楚风不信，随后又补充道，的确，我南宫地族有很多比你修为强的同辈中人，就连此次与我们同行的南宫崖大哥，他的修为也比你强。但是我敢确定，我南宫地族的所有天才在内，如果他们都是1品半地的修为，今日绝对不可能击败那只海兽。那海兽是阵法所化，远不及真正的6品半地，并且他只知道横冲直撞，连躲避攻击都不会，杀了也不稀奇。楚风想要掩饰自己的实力，主要是那雷霆的力量，因为一位1品半地斩杀了6品半地，的确很不合乎常理，有点太过违背天理。总之你很强，但你若不想外人知道你很强，我不会告诉他人。南宫百合很聪明，他知道楚风击杀那海兽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而这个所谓的运气，实际上是那海兽是阵法所化，缺少一定的智慧。但是楚风若是没有斩杀6品半地的实力，也根本不可能杀掉那海兽，甚至可以说是斩杀的彻彻底底。所以他坚信楚风掌握的手段很不简单，至少他南宫地族无人拥有。而楚风又这么说，他便明白楚风是不想让外人知道他的真正实力。对了，你斩杀那海兽的雷霆好像不是寻常的武技，不知你能否告诉我那招究竟叫做什么？忽然南宫百合问道，他真的很好奇。是呀，茉莉也想知道。南宫茉莉也眨巴着大眼睛，一脸好奇地盯着楚风。雷霆一击。楚风想了想，还是告诉了她们姐妹。雷霆一击，好名字，果然是一击必杀，干净利索，连6品半地也是难逃一死。南宫百合念念不忘，不过又说道，楚风，除非逼不得已，否则日后在4大地族的面前，最好不要使用这雷霆一击。为什么？楚风知道他那雷霆一击很厉害，可能会因为这一招招致杀身之祸，但他知道南宫百合这样说一定有着他的道理。在你施展雷霆一击的时候，我体内的传承血脉发生了变化，那种变化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若我非要形容，我想他是怕了。南宫百合说道，对，好像真的是。茉莉也感觉到了，本来茉莉还很奇怪，为什么血脉忽然有了变化，现在听姐姐这么一说，她好像真的是怕了。南宫茉莉也是连连点头。听得此话，楚风也是一愣，内心有了波动，他还真没有想到自己的雷霆一击会让拥有地级血脉的人有特殊的反应，并且还是惧怕的反应。不过仔细想想，倒也合理，既然地级血脉能够给黄级血脉带来压力，那么他的血脉如此强大，能够带给地级血脉压力，倒也正常。让地级血脉惧怕的东西，整个5之圣土还从未出现过。若是让4大地族知道，定会视你为威胁。莫说其他3座地族，怕是我南宫地族也不会饶过你。南宫百合说道，多谢你的提醒。楚风很是感激，因为南宫百合的这番警告的确很有价值，甚至能够让楚风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我们姐妹就别客气了，我们可是朋友。南宫百合笑眯眯地说道，对，楚风哥哥放心，茉莉也会保密的，保证不对任何人说起楚风哥哥会雷霆一击的事情。南宫茉莉虽然小，但却也很是聪明，人小鬼大，机灵的很，知道这是一件不能外传的事。此事确定之后，楚风日后也会注意不少。不过遗憾的是，雷霆一击虽强，但却要与秘技一样被珍藏起来了，除非逼不得已，否则楚风也是不敢使用了。而3人经过此事之后，无疑感情更进一步，虽然相识短短几日，但却已经到达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楚风得知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是真正的亲姐妹，除了她们2个是亲的外，其他南宫地族虽然是同样的血脉，但都谈不上绝对的亲近，所以她们2个姐妹的感情很深。而她们的父亲在南宫地族有着一定身份，但距离族长却是相差甚远，这也就导致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虽是最正统的南宫地族之人，但是却谈不上绝对的尊贵，在南宫地族内也是受人排挤。当年他们的母亲为了能让他们的父亲在南宫地族内真正的崛起，便使用了禁忌之法，
来培养腹中的南宫茉莉。而他的禁忌之法，幸运的成功了。南宫茉莉果然拥有非常利奥德的天赋，以及很强大的地级血脉，但他们的母亲却因此而死去。南宫茉莉出生的时候，便是他们的娘亲死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南宫百合还只是个女孩，但是她不会忘记她母亲对她说的话。南宫茉莉是他们的希望，作为姐姐，一定要保护好妹妹。幸运的是，南宫茉莉现在很受族内的重视，是重点培养对象，否则不可能出门的时候都有5帝强者保护。但不幸的是，南宫地族的其他派系，很多人都视南宫茉莉为威胁，有很多人想暗中对付南宫茉莉，这是很残酷的事情，却也是最为现实的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利益的面前，亲情根本不算什么。而经过一番赶路之后，楚风他们终于穿越了这风暴通道，浮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座很巨大的岛。这座岛屿可比他们先前看到的岛屿要大得多。这岛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但楚风却最先被一道身影吸引。在这座岛一座高塔之上，站着一道身影，那个身影正在四下观望，似在寻找着什么。他一袭白裙，居高临下，显得很美，而他正是淡台雪。